山东、辽宁两航母能否改电磁弹射？有这方面的需求吗？且听详细分析。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目前中国海军航空母舰发展迅速，辽宁与山东已经服役，截止目前已经形成了作战能力。新航母工期差不多也进入尾声了，电磁弹射装置安装的也差不多了，估计明年下水也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但是也有网友提出疑问，现阶段面对美日，中国的航空母舰在性能上和规模上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美航母和日本准航母部署 F-35 战机之后，中国海军面临的压力可能会更大。而新航母虽然明年下水，但是离服役还早着呢，能不能在此期间将辽宁、山东两舰全部改装成具有电磁弹射能力的航空母舰？如果这两艘航母具有电磁弹射能力，可谓是老树开新花，不仅可以满弹满油的弹射歼115战机，甚至后续即将要服役的歼35也能够搭载到辽宁与山东号上，用电弹起飞增加战力。这样一来，中国海军航空兵的力量将获得巨大的提升，在1-2岛链面对美日的航母也拥有一定的反击能力。虎哥认为此事有待商榷，得从两个角度分析一下山东、辽宁两航母能否改电磁弹射。首先说技术上与成本上的问题。电磁弹射对于其他国家可能是遥不可及的难题，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没有任何的难度。主要是山东、辽宁两航母底子还算可以，都是65000吨级的航空母舰，理论上有着巨大的改装升级空间。如果要改装成电磁弹射航母，技术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得将前部的14度滑跃甲板改装成平直甲板。当然，为了增加航母的起降效率，也要进行进一步的倾斜甲板改装，即增加航母左舷前部、右舷后边的倾斜甲板的面积，然后根据需求增加3至4个电磁弹射器。当然，内部的供电系统和机库也得进行重新的设计。如果海军真的下定决心改装航母，实际上在技术方面没有任何的限制，只要砸钱就好。但是也存在重要的问题，成本与改装的耗时。前文说到，虽然改装电磁弹射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但是对于一艘数万吨的航母，改装的过程将会异常的复杂和繁琐，而且花费的价格也是极为高昂的。首先，改装电磁弹射的第一步就是对于甲板的改变。当然，之前的倾斜甲板肯定是要卸下来的，这东西不可能像熨衣服一样给你熨平直了即可。其次，甲板前部的平直甲板和左右侧舷甲板面积的增加，会造成整个航母的重心发生偏移。最后，因为甲板电磁弹射器的位置对于后续升降机以及底部机库都是有显著影响的，因此航母内部的机库肯定得为了适应新甲板进行改动，布局的位置大小肯定也得进行相应的变动。为了供应电磁弹射，那么动力系统呢也得进行一定的改变。除此以外，舰体内部的线路布局也得进行重新布置。这一下折腾，保守估计也得几十亿到上百亿的成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升级的时间可能会很久很久。要知道，一艘8000吨的杭州号驱逐舰进行了中等规模的改造，就耗时4年多，这还算快的。海军3000多吨的054护卫舰就改了系统内部管线和一座防空导弹设施，耗时差不多3年左右。因此，虎哥有理由认为，如果是辽宁、山东这种65000吨的大家伙进行改装，时间只会用得更久。有这个时间，估计中国的新型航母都已经问世了。最后再说海军的需求，这两艘航母实际上就是在我国周边海域进行维护国家权益的任务。这两艘航母都不是核动力航母，无法前往太过遥远的远洋地区进行作战。其次，这两艘航空母舰因为舰体和吨位的受限，搭载的舰载机数量相比美国的航空母舰甚至不到其 50%。更重要的是，目前这两艘航空母舰都是处在我火箭军部队的打击范围保护圈之内活动的，
哪天真和美国航母爆发冲突了，火箭军的反舰导弹就可以率先把美国航母击沉，并不是把所有的重担全压在航母身上。对于航母战力增强的现实需要并没有那么紧迫，因此改装2艘航空母舰为蒸汽弹射的方案，在时间上、成本上、需求上都没有这个必要。